究竟是什么让曾受到哥布林凌辱的剑之圣女再一次踏入哥布林的洞窟？那当然是因为哥莎受到了危险。光的妹妹偷走女神官的衣服准备出城，结果半路被哥布林劫走。消息传到王宫之后，国王本来想让剑之圣女去的，但是哥莎挺身而出，关于哥布林的事情他当然义不容辞。等他们走后，勇者一行人也收到了传唤，来到了王宫。不过国王有另外的任务交给他们，那就是去调查坠落于北方凌风的火石。勇者小手一挥，包在我身上，圆桌上的氛围和乐融融，国王心中却还怀着对王妹的担忧，希望哥莎他们能救出自己的妹妹。在准备出发之前，妖精弓手问女神官会不会觉得心里不舒服，毕竟王妹可是偷了她的衣服才跑的。女神官当然没有大度到能当什么事没发生过，可就算如此，也不意味着王妹需要因为这种事受到那么大的惩罚，所以她只想尽快救人。这次的哥布林巢穴是在迷宫里，而在出发之前，剑之圣女追了上来。哥莎顺便将自己整理好的资料给了她，剑之圣女也给了她一份地图，上面有迷宫前4层的详细信息。不过第4层就已经是冒险者能够到达的极限了，再往深处基本上有去无回。但剑之圣女还是将通往地下深处的钥匙放在了哥莎手中，并且盼望他们能够平安归来。众人收下剑之圣女的好意，便出发了。但是一旦发生和哥布林相关的事情，就会勾起剑之圣女痛苦的回忆。他颤抖着手感慨，如果哥布林能够消失掉就好了。另一边，哥莎他们赶到了王女被劫的地方，现场留下了王妹被偷走的女神官的魔杖，但是没有血迹，看来公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哥布林抓她可能是想让她成为新娘或者活祭品，不管是哪种都不能拖得太久。几人立刻向迷宫出发，迷宫的入口处就出现了哥布林和狼的脚印。愚蠢的哥布林永远会觉得待在高处或者深处的家伙是最伟大的，所以他们不需要费力探查，只需要去最高或者最低的地方就行。西先分析了一下现状，哥布林们既然敢固守城池，要么就是无路可退，要么就是笃信会有援军过来。如果有援军的话，肯定会从最危险的地底涌出来，于是他们选择了从高处进入。大家一起爬上塔楼，开始讨论作战计划。哥莎只提醒他们一句，尽量不使用或者少使用皱纹。终于他们进入了迷宫，这是女神官第一次探索迷宫，没想到第一次就是这种高难度的。西认为应该走升降机直接攻入第4层，结果还没有找到升降机，就有几只哥布林骑着狼从黑暗中冲了出来，数量不算多，他们还能应付，就是距离有些近，再加上走廊狭窄，让妖精弓手箭射有点难受，不能用重纹，只能用短刀近身战的矿人就更难受了。眼看哥布林数量越来越多，妖精弓手的箭矢都快见底了。好在西及时注意到出路，大家一鼓作气冲向转角深处那扇门。女神官和矿人不擅长近身战，就时刻帮大家注意后方，结果又有一批哥布林冲出来阻挡他们的去路。这样下去，他们没到第4层就先筋疲力尽了。哥莎便准备用他那些损伤让其他人先走，自己掏出一瓶汽油扔到哥布林身上，然后一把火将他们给烧了。熊熊烈火横亘在路中间，他们相继跳了过去，但还是存活着几只哥布林。哥莎边的矿人和蜥蜴协力撞门的同时，打开卷轴将那些哥布林转移到了别的地方。紧接着他们进入了第2条走廊，这里比刚刚更黑了，甚至连打火石都打不着。众人休整过后摸黑向前，总算找到了升降机。然而他们转移走的那些哥布林居然掉到了勇者他们正在调查的那座山上。眼前这一坨肉就是天降克苏鲁，扭着扭着肉上突然就睁开，这便是勇者他们3人要调查天降火石的真身。眼一看就感觉自己被精神污染了，勇者挥剑砍下了肉块的手，但那只手瞬间复原伸了过来，好在贤者及时展开屏障，剑圣随时冲上前将烂肉的手臂斩断。既然这玩意会流血，那就说明肯定是会被杀死的。他看起来没什么智商的样子，似乎是会膨胀的极限在展开袭击。如果不在这里解决的话，他肯定会吸收更多生物的，比如周围这些哥布林尸体。这些哥布林是刚刚他们战斗的时候突然从天而降的，正是哥莎转移走的那批。好在烂肉现在的实力还不是很强，勇者挥剑从天而降，将那团烂肉竖劈成2半。与此同时，哥莎他们正坐升降机前往第4层。首先可以确定，这群哥布林中一定有一只萨满，而且应该在最近这一代肆虐的哥布林是同一批。眼看快到第4层了，妖精弓手用他过人的听觉听了一下，只能听见外面有一些哥布林的脚步声，不过究竟有多少以及有什么装备就听不出来了。除此之外，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细觉得对方很有可能在进行某种仪式，为此需要焚香。现在距离升降机停下还有一段时间，众人就先分配了一下工作。电梯门一开，女神官就直接放了一个净化术，
其他人一鼓作气冲出去。担任前锋的矿人放出火焰魔法，照亮了整个大厅，发现哥布林竟然真的在进行献祭仪式，祭品就是王妹。格莎立刻将火把扔了过去，他以为祭坛上的哥布林是萨满，但女神官笃定那是神官。这神官居然在祭台上撑起了一方圣臂，妖精弓手的剑无法穿透，他们只能先杀其他哥布林。而在战士们和哥布林激战的时候，一直在观察战况的女神官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儿。这时他注意到祭台周围延伸出了几道沟渠，沟渠里面有鲜血流出，他们果然是把王妹当成了祭品。女神官毫不犹豫施展大净化术，地魔神的手净化了一切，包括圣臂。神官哥布林立刻挟持王妹当作人质，格莎却直接走到他面前，一脚踹到神官胯下，然后对着他脑壳就重重的砸下去。其他哥布林也被队友们相继解决。女神官也看到王妹衣衫不整的样子，贴心的为她披上了一块布。王妹知道自己已经安全了，这才心有余悸的抱着女神官痛哭。蜥蜴和哥沙子观察了一下这个祭坛，猜测那些哥布林应该是想复活什么邪神，不过其他事情都不归他们管了，他们只需要把上面的哥布林残党解决就行。就在大家讨论接下来要做什么的时候，没人注意到那只哥布林神官竟然倒地握住他的权杖，下一秒神官的尸体膨胀炸开，并钻出一只大魔手。女神官也认出这是上级魔神的手，大魔手瞬间释放出风雪，众人被吹得几乎动弹不得，蜥蜴更是直接无法使用法术了。现在状态最不好的就是本失血过多的王妹，大家围他身边形成了一堵人墙。矿人召唤精灵做了个简易血洞，但是蜥蜴看上去快要坚持不住了，女神官便向格莎要来了狐狸药水，大家又一起分喝了矿人的酒暖身子，确认这手现在还伸不到这里来，可他们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究竟是该进攻还是直接撤退？格莎冷静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局势，他们并非没有打败这玩意儿的理由，更何况那东西也不是哥布林。话还没说完，大魔手就一掌拍烂了矿人的血屋，妖精弓手正中攻击，口吐鲜血摔了下去。女神官则紧紧护住了王妹，妖精弓手赶紧跟众人表示自己没有大碍。众人又看见那只大魔手，它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居然正往他们这边走来。大家全都用信赖的目光看向格莎，等待他做出决定。而格莎还是那句话，我有办法。格莎究竟有多可靠？即使面对的是上级的魔神之手，也依旧如此从容。格莎的计划就是让女神官去吸引魔神之手的注意，让其他人悄悄撤退。眼看大魔手朝女神官攻去，格莎立刻朝他脚下扔了一瓶石油，滑溜溜的石油让大魔兽怎么也走不出那片区域。如果现在温度太低，点不着火，格莎就让女神官去做她该做的事，自己扔出绳索勾住大魔手，示意他朝自己这边过来。没想到大魔手瞬间将他甩飞到墙上。女神官担心地喊了一声，格莎表示自己没关系，让女神官尽快开门。原来他刚刚把剑之圣女给的那条缎带带给了女神官，女神官直接摁在升降梯门边的台子上，他这边很快准备好，随时都能开门。结果大魔手又要开始放暴风雪了，其他人见状也纷纷采取了行动。矿人让火精灵借了蜥蜴点魔力，蜥蜴便召唤出一块火石，让妖精弓手把那块火石当箭一样射过去，火石瞬间抵消了即将凝结而成的暴风雪。格莎趁机一鼓作气将大魔手拽倒。与此同时，女神官打开了通往迷宫深处升降梯的门，大魔手直接被甩了进去，径直掉到了下面。趁对方没有来得及爬上来的时候，女神官又撑开了一层屏障，飞奔上来的大魔手怎么也破不开屏障，最后就掉了下去。但这远远没有结束，他只是在最下方猛地冲上来，用最猛烈的冲击去顶撞屏障，竟然真的将屏障顶得布满裂痕，眼看女神官就要支撑不住。不过这里可是电梯间，他们开了门，升降梯的轿厢自然也从下面升上来。终于轿厢上来了，瞬间就将大魔手挤成了一团碎肉。接下来只需要把上面那些哥布林尽数解决，就能圆满结束了。这次大家多多少少都受了点伤，看起来有些狼狈。没想到他们一走出迷宫，外面竟然密密麻麻全是哥布林。原来援军不是从地底出来的，是从外面来的。这对于已经几乎消耗殆尽的他们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场死局。毕竟国王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妹妹被哥布林抓走的事，是肯定不会派军队来援助的。然而更没有想到的是，剑之圣女竟然率领一大批冒险者赶来，而且一上来就是一个 AOE 大招，冒险者们一拥而上，瞬间占据了上风。原来格莎早已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剑之圣女。好在剑之圣女没有让她失望，终于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再次来到了哥布林洞窟，无愧于自己圣女的职责。看着那么优秀的剑之圣女，女神官也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变强，总有一天也能成为格莎的助力。
然而这一次邪神复活事件其实是人类所为，因为有一个帮我定的是，这个贵族不好好享受他的荣华富贵，一心只想推翻现在的国王自己上位，便和邪教徒合作，用天之火石的力量操纵哥布林抓走公主，并让公主成为祭品，让魔神复活，再让魔神与来自星辰彼端的人交合，创造出害人之物。这害人之物还能拟态成公主，等支配了那个东西之后，整个国家都将被他握在手中。自以为计划进行很顺利的贵族都已经准备向外界放出公主被玷污的消息了，结果天花板突然被人踩塌，传说中的钻石骑士现身，单枪匹马就将贵族宅邸搅了个人仰马翻。上述数据，哥杀他们结束之后也回到了城镇，他们救了公主，又杀死了大魔手。按理说国王应该给予许多报酬的，只有哥杀那个死脑筋只愿意收下歼灭哥布林的报酬。妖精公使和女神官还能怎么办？宠着呗。柜台小姐则告诉了女神官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王位要归于地母神了，因为她也想变得和女神官一样强大。女神官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不知不觉间也成为了别人憧憬的对象，简直就要喜极而泣了。而王都之行并没有改变哥杀的生活，他依旧每天去冒险着工会接委托，然后去杀哥布林，继续过着这样一成不变的日子，因为这就是他的选择。